它是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场大战，它是太平洋战争中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它最终促使了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它就是冲绳岛战役。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1945年春天，美国在此时的太平洋战场上已经是全面得势，其战线也快要推进至日本本土。3月26号，由于美军占领硫磺岛，冲绳岛也就因此成为了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南部防线。所以冲绳岛的得失对此时的日本来说称得上是重中之重。而守备冲绳岛的天号作战计划也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下，在经过日军大本营详细策划后得以正式出炉。冲绳群岛又称琉球，生活在此地的琉球王国本是中国的附属国，但在1879年被日本占领后改名为冲绳县。位于琉球群岛中部的冲绳岛总面积1176平方公里，最狭处3公里，最宽处32公里，南北长96公里，呈狭长形状。该岛不仅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距离日本本州仅610公里，西隔东海与中国大陆相望，还是西太平洋海空交通要冲，战略位置尤为重要。牛岛满，日本最后一个陆军大将，1887年7月31号出生于日本东京，1908年、1916年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1937年到1941年间参与对华作战。1944年8月8号，奉命率领日本陆军第32军近8万人进行冲绳岛守备作战。面对日军决心坚守冲绳岛的意图，作战经验丰富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立即制定了一项极其详细的作战计划，代号冰山行动。为使冰山行动顺利进行，盟军共集结了海军和陆军部队54万人，其中由美国陆军中将巴克纳指挥美国第10集团军共18万人，负责地面登陆及占领任务。由美国海军上将斯普鲁恩斯和英国海军上将弗雷泽率领美太平洋舰队第5舰队和英国太平洋舰队，共计航空母舰40艘，战列舰18艘，各种作战和辅助舰船1300余艘，飞机15000架，担任支援和掩护任务。第2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规模最大的2期登陆行动和最后一场战役即将展开。1945年4月1号，在经过充分的战前准备后，盟军的登陆终于开始。由于美军多支在太平洋战争中饱受战火磨练而出的精锐部队所组成的登陆编队，在日出前抵达冲绳岛预定海域，进行登陆准备，并且等候命令。凌晨4点，美太平洋2栖作战部队司令特纳中将下令开始登陆，盟军舰炮随即向冲绳岛既定目标开火，为登陆部队提供炮火掩护。美陆战2师按照部署，为吸引日军注意，并且分散日军兵力，率先在冲绳岛东南地区进行佯攻，以此来策应主力部队登陆。早上8点，计划在冲绳岛西海岸登陆的盟军主力部队奉命乘坐登陆艇排成5个攻击波，以井然有序的阵型向岸上行进。8时28分，在盟军最后一波海空火力掩护后，第一波登陆部队此时距离海滩只有70米，并于8点32分登陆上岸。盟军的海空联动堪称完美。到9点日出时，盟军已经在滩头实现完全登陆。4月2号，美军还未遭到日军大规模的阻击，其中少量部队甚至已经跨过该岛抵达东海岸。在此之后，美军登陆部队分别向南北推进。4月4号，美国海军陆战队2个师仅用4天就横跨了冲绳岛，到达东海岸预定地点，完成盟军计划15天占领该岛中部地区，并将日军防线一分为2的任务。4月5号，在北部美军顺利推进的同时，向南推进的美军部队终于与日军第一道防线交上了火。日军利用事先修筑好的地形工事，凭借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攻和炮火，钳制住了美军2个师的猛烈攻势。鏖战至4月18号后，此时的南部美军已经在日军第一道防线前激战10余天，还是无法突破，而北部美军依旧进展顺利。4月19号，在支援部队抵达后，南部美军随即向日军阵地再次发动猛烈攻势，但日军依旧凭借着地形攻势拼死抵抗，导致美军每天的推进距离甚至要用尺、用米来测算。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鉴于南部攻势受挫的情况，为了鼓舞士气，亲临冲绳进行督战，
并将北部美军的3个师调派给了南部战场。终于在24号突破日军第1道防线，但是在25号又被钳制在了第2道防线前。战事持续到了5月10号，南部美军集中大量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发起全线进攻，与日军争夺每一处阵地。到5月22号，美海军陆战1师终于占领日军首里主阵地的外围环山阵地。5月28号，牛岛满出于美军已经占领冲绳岛首府那霸的考虑，只得从首里撤退，在山地丛林间继续顽抗。5月30号，南部美军终于占领了冲绳岛南部重镇首里。6月1号，在美军占领冲绳岛各主要地区后，美军开始对顽抗在山地丛林中的日军进行围剿。6月13号，美海军陆战第6师全歼日本海军守备部队3000多人，该部队指挥官战败自杀。6月18号，美第10集团军司令巴克纳中将在前线指挥时不幸被日军炮弹炸死，成为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6月22号，日军守岛部队指挥官牛岛满见大势已去，只得切腹自尽，其参谋长常永也服毒自杀。美军随即转入扫荡搜索作战，继续清剿顽抗的日军残余部队。7月2号，尼米兹宣布冰山行动结束，冲绳岛战役以盟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冲绳岛战役，盟军共参战54万人，1300艘军舰，15000架军机，死伤9万余人，战车、飞机、军舰损失过千。日本共参战12万人，16艘军舰，27辆战车，927门火炮，8080架军机，近10万名军人阵亡或失踪，近2万人受伤，7000余人被俘，16艘军舰全灭，1430架军机被毁。此战对于日军而言，早在太平洋战争早期，日军就在冲绳岛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也配备了众多的坦克和火炮。牛岛满也深知自己无法在全岛各处布置兵力，随即做出了将建在陡峭山脊上的冲绳要地首里实施重点防守的决定。他并不认为可以粉碎盟军的占领行动，只求能在拖延美军攻势的同时，给予美军最大的杀伤。对美军来说，此战虽然伤亡巨大，但是意义非凡，因为占领冲绳岛不仅使盟军打开了日本本土的西南大门，还拥有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海空基地，为实施日本本土登陆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盟军在冲绳群岛作战中所建立起的航空基地网，不仅能够对日军的来袭飞机进行有效拦截，还能够直接对日本本土的各个要地进行轰炸，使得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可以得到增强。冲绳岛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伤亡最大的战役。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此战将以史诗般的战斗列入世界上最著名、最激烈的战斗而载入史册。美军也因为该战中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庆祝典礼。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